为了吃2个小时的饭，居然要等6小时。我在排队吃饭的时候看清了人生，我去吃了一家至少需要等6小时才能吃到的烤肉，这听上去真荒诞。人必须在荒诞中创造意义。所以我想，也许这家烤肉真的很好吃，值得等6个小时，在不确定中下注，就像我们在人生中做出的选择一样，只能相信这6个小时不会白等。可是这烤肉就那么好吃吗？很多路过的人只拍照打卡，却不排队，他们还笑着对着我们这些排队的人指指点点，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在浪费时间，并不是我们的生命太短暂，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。我们并不是在浪费时间，而是时间在浪费我们。排队真正可怕的不是时间长，而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无聊是深渊的呼吸。我频繁地拿起手机看时间，可每一次时间都只往前挪动了一点点。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。等待是一种痛苦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但生命却在流逝。我看了一眼排得越来越长的队伍，这家烤肉肯定很好吃吧？大众不渴求真理，他们只追求幻象，就好像排队的人越多，味道就越好。没吃到之前它是想象，吃到之后它是现实，而现实永远打不过想象。此刻它在我心里已经是天下第一好吃的烤肉了。队伍中终于有人放弃离开了，他走之前还在不停地抱怨，怎么还要等这么久？明智的人不会因为过去的损失而继续犯错，这些离开的人反而更清醒，他们勇敢地夺回了时间的掌控权。当然也有人不愿意等，加钱就可以找黄牛买位置。时间就是金钱，当时间可以定价，排队就成了穷人的坚持。因为我是穷人，所以我选择用时间来交换。牌号本来没有价值，但当它变得稀缺，就成了商品。稀缺性决定了交换价值。黄牛把他们的生命用时间明码标价。排了2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取到了号。这边 B33第3轮的号哈，8点半到9点20区间出脱哈。但是被告知还要继续等7个多小时。人们不是因为事不值得才坚持，而是因为已经付出了才不愿意放弃。如果现在放弃，我之前不就白等了吗？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，他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天色渐渐暗了，肚子也慢慢空了。等到晚上快9点的时候，终于交到我们的号了。请您用餐了。对，我这是2楼吗？好的。这一瞬间，我忘记了等待的痛苦，只觉得这9个小时真值啊！欲望的满足不过是痛苦的暂时停止。我们开心地走进店里，准备大吃一顿。这等了9个小时的烤肉，究竟是什么滋味呢？吃到的第一口，哇，怎么这么好吃？食材还是很高端的，但那味道也不可能差。排队值不值得，从来不是味道决定的，而是看你获得了什么。事物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带给我们什么，而在于我们为它付出了什么。但快乐是短暂的，排队是很长的。随着吃第2口、第3口，我开始觉得味道一般了，它好像和我以前吃到的烤肉区别也不大。距离使事物显得更美好，但拥有则使其平庸。吃到之前，我们对它充满了期待，但是吃到之后，好像觉得味道也就那样，甚至开始逐渐的怀疑这9个小时被我浪费掉了。我现在只能安慰自己，这烤肉还是不错的，毕竟店员的服务和食材质量还是不错的。我只能拼命的把食物塞进自己的肚子，想要找回这失去的9个小时。烤肉本身不值钱，但它让我等了9个小时，所以它就是变贵了。当我再也吃不进一点东西的时候，我忽然醒悟了，原来等了9个小时，不是因为这烤肉有多好吃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白等。他人即地狱，就算我觉得它不好吃，也只能强忍着对别人说好吃的不得了。不是因为它变好吃了，而是因为大脑要为自己的付出时间找理由。浪费掉的时间只是为了向其他人证明自己排队是值得的，哪怕它是个坑，我们也强行说服自己这队没白排呀。这9个小时，我观察了人性，理解了欲望，思考了时间，那它就是值得的。当我们走出店门时，外面仍然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每个排队的人都是西西弗。排队就像推石头上山，这一波人排完进去，下一波人又继续排着。排队的人是幸福的吗？人生里我们还排过多少这样的队？